大家好，美国大选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川普大胜。那我们在大选前出过一期视频，讲了为什么民调不靠谱，还真的是一语成谶啊。果然不是媒体和这个民调机构宣称的所谓势均力敌，而是几乎碾压式的报复性的投票。结果出来了，可以说有人欢喜有人忧，对吧？比如大批的好莱坞明星比如汤姆汉克斯。老汤姆说呀，如果川普当选他就买一张去加拿大的单程机票，再也不再回来了。那潜台词是什么呢？等他下台我再回来。这不就被小川普给抓住辫子了，在 X 平台上对老同志是冷嘲热讽网友呢也上来撮火是吧？直接拉清单，你看看全是大腕儿，什么 Lady Gaga 呀 Taylor Swift， 好家伙，这就成了美国最不受欢迎的人了问题是呢，加拿大网友也不干了这个你们不要，我们也不要是吧？实际上这都是小事很多事情你反抗不得，默默的接受，慢慢就可能成享受了，是吧？在川普他的前2次选举中就是2016年和2020年，无论是胜利或者失败，美国移民加拿大的这个梗都曾经火过。这次不火了，为啥呢？是人心。这次大选反映了很多人的思辨的心理。但是无论你是兴高采烈还是悲伤流泪，是吧？你被影响的只是感情只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是如果你参加了美国大选的这个博彩，那恐怕影响的就是钱包了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就引发了热议一位名为 Deal 的法国交易员在美国大选前押注2800万美元支持川普获胜，他最终获得了4700万美元的净收益。这个是念 Deal 吧？我法语不太灵这个名字是有意思你看这个发音不就是英语里的 deal 吗？就是交易所以你看看要想发财还是得取个好名字你看这不是那个川大啥来着是吧？那个股票是不是你懂的所以这个案例就完美的印证了我们之前讨论民调偏差的那个视频特别是什么呢？就沉默选民它确实存在再一个呢，就是传统民调方法它是需要革新的，市场的机制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数据分析它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所以这个看来是神来之笔的这么一个投资的背后或者是赌博的背后，就折射出了什么呢？美国政治民调的这种深层次的危机。Deal 的成功并非是纯粹的运气作为专业的银行交易员他敏锐地发现了民调数据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偏差。那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开创了邻居民调法，不直接询问受访者的政治倾向，而是请他们的邻居预测邻居投票的意向。所以这个看似是迂回的方法，实际上呢，巧妙地规避了什么呢？社会期望偏差，让受访者在判断他人的时候不经意地透露真实态度。那为验证这个理论呢，这个 Deal 呢就自掏腰包委托民调公司进行实验，结果显示哈里斯的实际支持率比传统民调低了数个百分点。这个发现就让他确信市场存在巨大的定价错误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套利的机会。那他的押注内容还是令人惊叹的，比如说他预测川普将获得大选，并且呢赢得普选票数这个优势，而且呢在7个关键摇摆州他至少能赢得6个。最终呢这场豪赌让他呢带来了4700万美元的净收益，投资的回报率达到了170%。那民调失败的这个制度性根源是什么呢？首先是这种方法论的固化传统民调机构早已经意识到了沉默选民的问题，但是他们固守老方法，原因是很复杂的，比如说历史数据的这种连续性考虑，再一个就是客户和市场对创新方法的不信任，再一个就是改革成本这个是高昂的，另外就是行业惯性的这种制约，当然也有利益链条的这种羁绊，是吧？民调机构与媒体、政治势力之间，它形成了复杂的这种利益网络。
再就是啊，媒体啊，它需要悬念来维持这个关注度啊，政治现金也影响到了独立性，广告收入呢也依赖于这个热度。如果是一致性的预测，这种啊就形成了行业的默契。还有就是呢，就是社会环境的变迁，美国社会这种深层的撕裂也导致这个问题。当然关键还有什么呢？就是政治立场极化加剧，表达真实观点的这种顾虑增加了，对主流机构的这种不信任上升，调查的难度呢是显著增加了。那历史上有没有过和川普类似的案例呢？有，这位啊，川普的胜利啊，让他成为了120年来首位在失去连任后重回白宫的总统。上一位啊实现这一壮举的是格罗夫·克利夫兰，他是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啊是美国历史上啊过去唯一一位2次不连续担任总统的人。他在1884年首次当选，是第22任，在1888年呢是竞选连任失败，然后在1892年再次参选并获胜，是第24任了。正是这段不连续的任期呢，就造就了美国总统编号这种特殊的计算方式，以任来计算具体的总统，以届来计算这个连续的选举周期。所以克利夫兰的这个王者归来啊，当时呢是发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啊。他主张呢金本位制和关税改革。那有意思的是啊，当时的美国同样面临经济危机和社会分裂，和今天啊是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啊。那在这个博彩公司的背后啊，就是这场大选的博彩市场啊，总金额达到了36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博彩的这个平台的数据啊，也就显示呢，赔率的变化比民调更准确，市场反应可能比媒体更敏锐，所以真金白银的这种投注啊，更能反映真实预期。博彩市场呢，成了另类民意的晴雨表，就好像前几年那个义乌指数一样，是吧？所以这次选举呢，就再次表明啊，市场的这种集体智慧啊，往往比专业机构预测更准确。所以 Deal 的成功啊，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洞察力，也反映了传统民调和媒体报道这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未来啊，我们或许呢需要更多元化的这种民意的收集方式，才能真实的反映社会的政治倾向。比如说克利夫兰和川普啊，他这个例子就显示啊，美国政治中呢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数据中找到真相，可能是每个关心政治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位法国交易员 Deal 的成功啊，或许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有时候啊，市场的定价机制比任何专业机构预测更接近真相。好的，这就是这一期啊关于美国大选的一个简单聊天，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